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来看到啊，这个是以色列的暗杀计划失败了吗？伊朗说啊，在边境呢打击到了恐怖组织分子。好，这个呢是伊朗的通讯社报道的，说啊，他们的安全部队呢在边境地区啊捣毁了一个恐怖分子小组，他们有多名的武装分子在交火中被打死。那被捣毁的恐怖分子小组呢，此前是从巴基斯坦的边境潜入了伊朗的拉斯克地区。这次行动啊，不止打死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啊、弹药，还有爆炸物。恐怖分子是谁呢？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美国中情局还有以色列的情报特务局摩萨德呢？因为他们长期联手针对伊朗来进行深入渗透以及破坏。那重点呢，也包括去破坏核设施啊，还有刺杀和科学家还有军事高层，并窃取情报机密。那如果是这一次被缴火了，那他们的这个刺杀行动，或者是进一步的打击行动，也可能就宣告失败了。好，那我们来看到啊，伊朗它不仅仅是打击掉了这个对方的这个恐怖分子甚至呢，它也在革命卫队日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这个展现他们的武力。有136台无人机啊，在伊朗全国巡游就是要来庆祝他们的革命卫队日。好，所以这看起来像是打输了吗？好像是在宣扬说自己已经打赢了耶。那至于川普的话呢，他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的，然后又开始自顾自的说话了。他又说呢，传出最快24号呢就能够跟伊朗展开第2轮谈判。那纽时也报道说，川普跟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向该报透露说呢，24号可能就会传出2轮谈判的好消息。那之前也说了，川普说要无限期停火啊，结果呢 CNN 又说呢，川普严拟要再设一个时间表。知情人士也表示说，美方不希望无限期延长停火，不想给伊朗时间拖延谈判。那川普自己也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停火3到5天的报道是假的，但何时结束没有时间表，他也不着急。是真的是不着急，还是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结束呢？那这个知情人士也说了，川普呢是尚未对伊朗提交和平提案的一个期限啦，但是希望德黑兰高层能够给予一个统一的回应，因为他的理由就是说，伊朗的高层呢是分裂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确定，他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回应，所以现在呢，统一回应成为了他的一个下台阶了吗？结果伊朗呢又打脸川普了，说他又说谎了，伊朗呢根本就没有决定要在24日参与谈判，甚至还制造了一个 AI 影片，一起来看。We are having very great negotiations with Iran. If Iran doesn't come to negotiate, we're going to bomb them. 2,000 years later. So where are the Iranians? This is from Iran. All right. Then I will extend the ceasefire at Pakistan's request. 好，所以现在川普呢是自己一个对着空位的椅子在那边说要谈判吗？好，那现在他给自己找的台阶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他说伊朗内部是严重分裂，所以他们才要给时间延长停战。但是这个理由呢，是不是真的呢？来看到啊，川普周2在白宫还召开了紧急国安会议跟国务卿啊、防长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还有 CIA 局长一起来商讨对策。说呢，同时要求巴基斯坦调解方在谈判请柬前促成伊朗至少要释出初步的讯号，但是等到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那最后他就只好说，是因为他们严重分裂了。但是这个严重分裂呢，分析人士就直接点
点白的说啦，就是在给自己找台阶而已啦。他更像是对着一张空椅子，就如同刚刚 AI 影片一样，他自己在那边对着空椅子叫嚣，然后再找理由帮自己找台阶下。而也有分析表示什么，说现在看起来啊，种种的一个谈判的战争的过程呢，明显就是伊朗在主导美伊的谈判节奏哦。华盛顿呢，在缺乏明确战略终点的情况之下，陷入了被动，让德黑兰啊在一定程度上面呢是掌握了这样子的谈判节奏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他自称是谈判大师啊，结果遇到对手了吗？我们来请教赖老师。川普这次碰到难题了哦，他骑虎难下，他搞砸了所有的事情。本来革命卫队或者伊朗这边啊，其实是给川普一个下台阶啊，双方都有一个下台阶，都可以体面的下台。那也就是说，当川普成功的，因为川普生气了，告诉以色列不准再给我打这个黎巴嫩，那以色列也不得不停火了。川普已经证明他才是真正的老大。告诉以色列说不准再动手了，以色列就确实没有再动手。没有在动手的这段时间内，伊朗也给他正面的回馈了，也就是宣布赫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解除。在这个时候，川普其实第一时间是做对了，表达感谢。但是接着没有多久，他就又发生了大头阵了，马上就宣布他对于伊朗的封锁继续有效。那你这个部分里面，你川普等于是要把那个以一种居高临下、他大赢的这种姿态来面对伊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把这个棋打坏了。也就是说，本来伊朗说我们平局好了，那这样双方都有台面，有体面的下台。但是川普在后面他这一反手就把整个局势搞坏了。也就是说，他说我继续对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部分继续进行封锁的时候，伊朗马上宣布我也封锁，那又恢复了封锁。我们看到2艘印度的船被打，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美国在扣押伊朗的船的时候，这个伊朗把这个局势再升高更高了，扣押3艘美国盟国的船。这个3艘美国盟国的船一被伊朗扣押，你会马上就发现美国没招了。美国没招，这个目前来讲，其实川普是急的。他故意找福克斯的媒体来对他做专访的时候，他说我不急，不，你很急。他说我没有停火的时间表，对，你有停火的时间表，为什么？因为你再也不懂得该怎么重新开火了，你也不知道该不该开火，也不知道不该开火，你根本都不知道了。因为你现在变成开不开火决定在伊朗手中，而不是你了。为什么？因为时间早就过了。如果说以严格的时间来讲，应该是在22号的时候，就是昨天，那就停火的时间已经到了，你就应该要开火。但是你昨天没开火，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偷偷的又放了1天假，那就今天时间也到了，你还是不开火，那就是代表什么？你到现在为止你不敢开火，你也不能开火，你也不愿意开火，你就等待着伊朗来跟你谈判。但是问题是你狠话说尽了，你说你如果不跟我来谈判的话，我要重新把你的桥都炸了，把你的发电厂都炸了。人家马上算一算，说它是几十万个桥，几万个发电厂，还有变电所，你根本没有那么多导弹可以炸，因为你的导弹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你的这个战斧巡弋导弹，你已经消耗掉40%了，你现在缺额40%。你要2到3年才能补足你的这个防空系统、萨德系统，你已经消耗掉1半以上了。你所有的导弹，不管是轰炸的或者防空的，都已经不够了，你怎么办？所以现在对川普来说的话，要继续消耗还是不要消耗，他骑虎难下。可是他如果消耗，他欧洲的战场、亚洲的战场，尤其是印太司令这个部分里面，只要朝鲜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发动一场战争，美国将无弹可打。那这个对美国来说，他该怎么办？亚洲战场无弹可打，欧洲战场无弹可打。那对美国来讲，他现在变成是最脆弱的时候，打一个伊朗就打得他无弹可打了。那这个美国是凭什么当一个大国？已经没有能力当大国了，还要冲他是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现在的情况是，各种手段、各种威胁都已经威胁够了以后，伊朗就是不来跟你谈判。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 AI 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啊，非常的精准啊，完全就是川普。就是不来了，你怎么办？这可能他没辙，他没招。可能不是 AI 影片了，可能是纪录片了吗？但是我们来看到啊，伊朗革命卫队呢，竟然是抓到了恐怖分子，这难道代表着美以的情报组织不再滴水不漏了吗？请教李胜峰委员。伊美的情报组织还是很强啊，可能是被破获了一点，这个还没有办法是全面的。但是呢，看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需要从更高的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个别的情况。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对伊朗战争的了解，每一战争基本上西方话语权下的认知，假如我们不去拨开这个迷雾啊，我们就会被西方的话语权带歪、带偏、带跑了。在西方的话语权里面，伊朗就是一个邪恶国家，即将要崩溃了，非常的不稳。他们内部现在是四分五裂的，即将要垮了。那西方话语权的美国是一个在白宫里面可以发言，那全世界面对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总统的每一句话，不管他前言不对后语，不管他颠三倒四，任何一句话都是世界新闻的焦点。这就是我们今天处在的整个的信息的一个表面。但是我们仔细的再把它拆开来看呢，很抱歉了，可能美伊现在的情况这样的对比，伊朗很惨，美国好不到哪里去。我这样形容，美国现在是这一栋大楼还是漂漂亮亮的存在，但是根逐渐在腐烂中。伊朗这个墙已经被打倒了，但是那一块一块的砖块啊，还仍然存在着。美国打到现在呢，是打到了沮丧了跟失望，怎么一个伊朗就拉不下来？那伊朗呢被美国打回击的结果，现在呢打出的是信心跟尊严，很惨，但是是不一样的。整个的伊朗现在出现的是土法炼钢式的韧性，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斗。美国呢现在是高尖端体系下刚性的脆弱，为什么？因为他只要保住面子，只要这个面子，我能把它现在对川普讲解，这怎么样子赶快结束，然后我怎么个交代，然后讲我赢麻了，他就要讲这一句话而已。那这个对一个生存到了生死存亡的伊朗跟美国这样的心态，各位那个韧性啊跟脆弱性啊，各位可以来看到。美国目前的社会是大分类，总统大嘴巴，社会承受很大的大压力，油价的压力，通膨的压力，什么时候战争会结束的压力，跟各位不要忘记，那就是美国现在仍然领先世界的 AI 产业啊。现在因为这一场战争，整个的成本至少飙高了130%以上，这个东西对美国的压力绝对是大的非常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呢，美国现在目前的情况，用台湾话一句来形容它，叫做碰红追鸡抬不吧。这一只追鸡就是青蛙，一直吹气，一直吹气，吹到自己好像很壮大，好像很大只的样子，可是吹下去啊是没有肉的。那伊朗这是摆明，我就是吹不起风来，我现在只是为了生存，要继续呢奋斗的下去。所以各位，假如我们拨开了西方所丢给我们信息的迷雾啊，我们来看的话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一天到晚告诉你，伊朗是不稳的，伊朗的新的领袖是权力是不稳定的，革命卫队掌握了一切，整个的伊朗都是好像明天就要垮掉的一样啊。但是呢，打了54天了，谁会垮？现在全世界看到的，美国的焦虑啊，更胜于伊朗。因为伊朗确实在战前，他的政权是不稳，因为这一场战争啊，让他整个的团结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从大的角度来看，输赢之间，现在最急的可能是川普胜过于伊朗。所以现在谈判的主导权全部都在伊朗的手上吗？我们来请教聂建中老师。
OK，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么1987年呢 ，Arthur Dear 这个作者就是那个记者以及川普呢写的这本书，在美国疯狂的畅销，因为他这个谈判的交易的艺术是非常的这个 hot， 也就是让所有的美国人民觉得真的很2个字厉害来形容。所以那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11条信念在他的书里面，人家把他这个集结了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对对手要一再的攻击，叫攻击再攻击。第二个呢，很重要，就永不认输。你看他现在，他不会认输，他要自己为自己找下台阶，这一个典型不认输的一个态势。第3个是死不认错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不管输了或错了，的确是发生。但他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精义是叫人家说，你只要跟人家谈判，一定要展现霸气、虚张声势，把人家吓到，人家就会怕你。最后你神秘一点，就把它全部拿了。而且他要赢他要赢还要大赢，要甚至要完胜。这种个性呢，急于求功，你知道吗？他急于马上拿到结果。刚好你知道，伊朗有个谈判专家非常厉害，也写了一本书跟他对坐。刚好那方的这个伊朗也是一个这个波斯文化也是非常久，那个文化其实底气比美国还长，很清楚。他们也用他们的文化信念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手握筹码，慢慢累积筹码，然后对谈判要步步为营，不动声色，谈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求长期效果。你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发生了？我现在回顾一下，现在4月底，4月发生什么事？我们讲短期我就发现我用那个一个开玩笑跟朋友讲，川普这个川一定到过四川的川。川到川一定学过变脸，他就是很会变face off， 他不断的变。各位想一下，这1个月发生什么？7号他说，我要 cease 这个 fire， 就我马上要停了，停火。到了10号，3天后，马上又说我要攻击出兵。然后到了12号，他说，我现在要开放希望我们现在谈好了，要开放了，我得到不错的结果。结果才当天又说我要封锁，而且他现在自己下去要封锁。然后到了14号的时候说，我们又给他这个好的消息。那我跟这个伊朗又谈得不错，到了16号又强调2天后他觉得他根本达不到他要效果，说我要加强极限施压，做了一个叫做经济狂怒行动，还记得吗？16号过了不久17号呢，他说不，我们还是继续谈。然后到18号，你再不谈我就打人。现在是20号，我们今天已经到了23，请问这件事情你还要相信他吗？我觉得谈判不管你有多厉害，最主要要有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叫做互信。对方，我讲你不能看低任何你的对手。如果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人家比你钱少，人家比你后面的这个资源小，然后人家底气没你强，你这样欺负人家，你霸凌人家，你什么赢者全拿可以。现在不太一样，这国与国对峙，虽然这国的国力没你强，但他们酝酿筹码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对方是步步为营，希望你有互信。你提出了各种条件几点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把我生存力整个砍断。我们要我们生存利基，我也给你条件。那你又不答应，但是你还会表面答应。我们知道你表面答应都是假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出了川普是说谎者。所以请问一下，怎么谈呢？我最后还是要讲的，这2个地方从一开始你就发现嘛，他们俩非常极端，要的不一样。一个要你完全停核，要你飞弹不能动，要你所有的东西，对方都是他的生存利基。然后他如果不照你的做，就算做一半，你美国完全不能接受，请问你谈得完吗？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这2个怎么谈都假的，这是用川普要用声势吓人，但最后还是会输，因为他吓不到人。伊朗相反的在布局筹码，是不是将来一定赢很难讲，毕竟国力较小，但是它的筹码现在底气可能比美国还够。没错，伊朗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荷姆兹海峡，而且他现在真的是把这个筹码玩得淋漓尽致现在呢，伊朗甚至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竟然暗示说，这个地方非常的脆弱万一他真的是把这个缆线给摧毁了，哇，那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网络用电了不过另外呢，他在封锁海峡也不是说而已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是发布了革命卫队这个海军部队在荷姆兹海峡扣押不服从命令的货柜船的手段画面。好，来看到这个画面，它真的是有在对于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去进行封锁的而且呢，卫星影像图也显示了，说隶属于革命卫队海军的33艘快速攻击艇正在从荷姆兹海峡的巡逻任务中返回。好，所以他们掌握了荷姆兹是绝对不可能退让了。伊朗议长也说了，由于美国跟以色列呢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所以荷姆兹海峡不可能重新开放。好，那么美国也只好继续反封锁啦。你伊朗的
邮轮呢也不能离开港口。好，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说呢，美国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呢，已经指示了29艘船只掉头或者是返回伊朗港口。而且啊，不仅仅是荷姆兹海峡，美军现在呢也横跨中东，还有更广大的区域来进行行动。像是哪里呢？印度还有马来西亚附近的海域呢，也去纷纷拦截伊朗的邮轮。把他们呢改到驶离印度、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附近海域。好，那什么时候荷姆兹可以通呢？美国五角大厦呢，他们就有一个估算，说啊，如果呢要完全清除荷姆兹海峡内的伊朗水雷，最长的时间可能会来到6个月。哇，那这半年啊，国际油价肯定涨翻天了。而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海军也是状况连连。来看到啊，去年3月啊，才经由川普提名上任的美国海军部长费兰，在22日突然间传出辞职的消息耶。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战事正焦灼的时候而且还在海上封锁啊。结果最高层竟然就这样子下台了。好，那这是他自己离职的，还是被换掉的呢？因为啊，赫格塞斯才刚刚解雇了陆军的参谋长啊，所以这是不是又是一个人事高层的大地震呢？那另外来看到啊，美国的航母缺，那现在呢也被说了，福特级航空母舰呢，可能未来啊也会有一个变数了。好，因为美国海军呢一直在深入研究福特级航空母舰的设计、性能以及相关成本把它跟比较老旧的这个迷你兹级航空母舰比较，结果就有人质疑啦，这是否代表着美国航空母舰采购策略要发生重大转变呢？甚至呢要取消原定的福特级航空母舰订单，转向新型的设计呢？好，那费兰下台前也说了，说航空母舰这个福特级啊，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促使海军啊对该计划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正在寻求降低成本、提高整体效率的方法。好，那福特级舰可能不要了，但是啊，来看到另外一艘驱逐舰这个朱姆沃尔特号竟然是又发生了火灾，而且还有3名水兵受伤了。好，它呢目前是停泊在密西西比的一个造船厂码头里面，结果啊竟然就发生火灾了。好，虽然火势扑灭了，但是啊还是有人受伤。而这艘驱逐舰是在今年1月才安装了能够发射高音速的打击武器大型飞弹，在发射管之后呢，才近3年来首次出海，结果现在又发生火灾了。好，世界第一强权的美军，海军竟然是面临如此多的问题，那这场仗打得下去吗？请教赖老师。美国坦白说，它的军纪应该已经是很涣散了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福特舰2次的出意外？一次是90%的抽水马桶堵塞，另外一次是洗衣房的大火。后来他们现在派军事检察官、军事法官来去调查这个大火是不是人为的，因为他们的估计应该是人为的纵火。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前几天上个礼拜他们的这个航母，他们在维修的时候也发生火灾。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美国的水兵，他们不想出海，不想介入这个战争，他们故意在停靠在港口，在进入维修的时候把它纵火，因为我们都知道，船一纵火，它就不可能执行任务了，它就必须停靠在那里。那这样的情形，他们的水兵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出海？可能当它接二连三的发生，它就不是巧合了，它也不是一个意外了。相当有可能是一种人为的一个纵火。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们的纪律、军纪、士气是不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另外，您提到有关于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海军部的部长他应该是跟国防部部长的人事请杂所造成的结果，但是海军部的部长去职对于海军战力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海军部的部长他基本上是文职的。然后他也不是海军专业，他事实上是川普的金主，
而且他本身是投顾的一个公司，就是投资华尔街出身的。那他的任务事实上是帮海军去，例如说他的造舰，然后他要去筹备，他要多少经费跟国会来要钱，再找哪个造船厂来去造，所以他涉及到的是金流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相当于我们讲的一个球队的经理一样，这个球队的经理他不负责球队队员的训练，因为队员的训练是由总教练、由教练来负责，然后队员的作战的战略战术都是由总教练来管，总教练就相当于参谋首长，参谋长、海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他们就是负责打仗的。那这个部长就像经理一样，管这个球员的吃穿然后他的衣服啦、他的设备啦、他的装备，还有他的场地训练的情况啦，那些都是由经理来管。另外，当然他要不要出去跟谁演练、跟谁演习，这个部分部长是可以管。但是基本上怎么演习，那就是总教练的事了或者是由海军教练的事，所以他不会影响到作战。他可能性比较高的，是因为他很多都是直通川普，绕过这个赫格塞斯。赫格塞斯就相当不满，因为目前来讲，川普他要打造一个大海军，要打造大海军就会动用很多的军事预算，它就牵涉到非常多的利益，因为你要找哪一个船厂来承建，这个都是钱的问题然后你要买什么材料，都是钱的问题对。那以美国的政界的人物来说的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可能没有多久你就下台一鞠躬，他就可以转到这个民间的企业、军工的企业里面去担任 CEO。那你今天什么好处都被你这个海军部部长捞走了，我国防部部长什么好处都没有。到时候我下台一鞠躬，就像国土安全部部长下台一鞠躬的话，我两手空怎么可以呢？我总不能再回去主播台去当主播或者是去主持吧。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一个大的这种军工复合体的 CEO， 那我可以捞得更多，因为这个案子是我做的，所以我由你这家营建厂或者你这家企业来承建这个海军的建造任务，那你当然要让我吃香喝辣的。我想这个就是美国他们的一种军工的这种官商的一种特殊的体制，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高阶的官员下来了以后，都是到这个相关的企业里面来服务，而且都担任 CEO， 都拿高薪，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彼此之间的利益有相互勾连的。所以现在费兰下台了，那这代表说呢，过去他们一直要做的这个福特级航空母舰的计划，也可能有变数了吗？请教李胜峰委员。是的，费兰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依照美国方面的媒体所报道，那就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的这个生产能力没有办法继续制造那么多符合美国需要的军舰。所以他需要把军舰的制造呢外包给所谓的盟国，那这个呢对马卡讲起来是伤害很大了，因为马卡是要制造业回国，结果你变成制造业还要外移，听说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呢，那么把他给 fire 下来，他的坐上去就是一个华尔街的商人去坐上了海军部长，这种提示我也只能摇头了。国防部长是文人也就 OK 了，三军的主张人。虽然他有海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但总是觉得这叠床架屋，怪怪的好了，先不说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再来拉了一个，就是刚刚这个聂老师所讲的谈判的问题。这个谈判里面这一次呢，卡利巴夫是一个主角，可是不要忘了，当时伊核协议的时候，卡利巴夫是当副议长，也是谈判的主角，就是他当时就是主角，所以他写的那一本谈判的书。就是以美伊谈判为蓝本和这个伊核谈判为他们所写的书。他写的书里面简单的讲起来，他就认为他们的谈判哲学叫做巴扎哲学。所谓的巴扎哲学就是那个小商铺生意人跟你做生意他不会用气势压你，但是他会磨你，一直磨到说啦就这样子啦，但是用磨的耐性。那现在呢碰到的这一个川普呢，是用虚张声势用气势要压死人。所谓的谈判就是我要压到你，你就要听我的。
那么这边的谈判就是我来熬到最后，你同意我的价钱。所以现在这一个气势压人呢，跟一个呢不虚张声势的耐磨者，到底谁会赢？好了，为什么我要引这个？因为我要把它引出一个更重要的话题。这一场美伊战争啊，会很惨的原因，请各位不要忘记，主持这一场战争最有权力的就是号称最会谈判的交易员，然后呢，执行这一场战争的就是所谓的国防名嘴。那名嘴加交易员来打这一场仗啊，保证精彩。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个人他或许可以说出了一番的大道理啊，可以说出了一番的这个，但是他不必固执。就好像我们在这里可以讲仗要怎么打，我们讲了不算数但是现在问题是，当你是国防部长，你讲的算不算数？就要算数喽。那各位清楚了吧？这个就是他用的一个业余的挂帅值，然后用系数啊来代替战略啊。他只要用忠诚啊来代替真相啊，他这个呢业余的政治挂帅值就可以在那里天天耀武扬威啊，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一场这么样重要的领导全世界的一个战争里啊，交给这样子，那碰到的是谁？碰到的是一个无能的领袖啊！这个领袖又喜欢吹牛，他用教育者的思维啊。可是不要忘了，他过去主持的是商业谈判啊，现在主持的是复杂多的什么国家问题啊？有些是可以内推啊，有些是内推不了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没有能力、毫无经验、只会巴结的人去领导这个全世界最庞大的五角大厦，一个呢号称的所谓的交易员，拥有了世界最大的权力，却只天天看他在施压啊，看不到他的本事。所以这场战争呢，假如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做比较的话，平常讲，不是我看衰美国，是因为他们这么伟大的组合啊。就是政坛这个呢，电视的名嘴加上了这个谈判交易员，要来打这一场战争。各位想一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没错，所以美国真的有这个胜率吗？好，如果伊朗真的去攻击中东的海底电缆，美国又能够保护吗？请教聂老师。美国现在有点困难了，非常简单。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荷姆斯海峡其实啊，这个伊朗因为它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水道，它这个要它封锁，这不是第一次，在1980年就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件。你知道伊朗当时呢布局水雷，其实全世界就怕，你就会让全球经济呢一定受到重伤。那么这次呢，美国也轻忽了。刚刚虽然讲到以色列的这个莫萨德或者美国 CIA 也好，我觉得他们在情资探准的都非常准，他们对现在或对过去情资很准，但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他们都没有完全掌控到底。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其实我觉得伊朗他们现在的水雷的进步啊，不是1980年代的水雷，当时的水雷呢，据我所知，在那个时候都是一种老式潜水的漂浮，只有1公尺深的水雷。那时候你要去收集它，要去破击它比较容易。现在呢，据我所知，它是叫就是这个马哈的这个水雷呢，它这个已经到了第3版或者第7版，就是这马哈。那它是比较现代化的，它是一种磁条性，甚至有声音这个去测控的，它可以炸到这个数百万有这个高磅数数百万这个高爆炸性的这个水雷，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现在是一个属于智能化的感测攻击。那就这种水雷，它已经特殊到跟过去不太一样。它现在呢不但是过去可能停在那边，你只要碰到它可能会爆炸，而最重要，它甚至还有攻击性。它甚至可以跟你拼这个扔出，甚至还可以闪躲。所谓的闪躲因为他们现在又有一型叫做漂流型的，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叫 drifting 的 demise， 就漂流型的，你要打它还有链条拉住，还可以变动。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被号称是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在这个控制它荷姆斯海峡关键航道里面最重要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什么很低成本、高破坏性的一种水雷。那当这个所谓不对称作战，你就知道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重点就是因为美国这次这个跟伊朗这个对作之后，你会发现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武器打到最后，发觉它越耗越大。最重要是完全不对称，是高成本去打人家低成本东西。那高成本防低成本东西，他现在要去破水雷，传统的这种扫雷舰呢，又发觉老化，他现在去做很多的所谓的水下无人机等等
这个都是耗材，然后又不容易，所以他就要破解它水雷非常之难。最后呢，我很快讲一下，就是我也刚刚都讲到了，这个飞轮下来其实原因当然有好几个，当然我觉得阴谋论当然是可能他绕过川普等等，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因为这个是商人出身，从投资行出身，这个人最重要他不懂得造船业，因为美国造船业现在已经下滑到底，也就是这次战事让这个军人其实赫克塞非常紧张，他发觉他造船业完全出不来，所以他这次必须下来让一个越南的华裔就叫高雄的上来，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海军的退役军官，他就可能比较能够真正务实做到把造船业慢慢复苏，才能够在这次战役看到缺点能够补足。好，但是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造船业而已。我们来看到啊，五角大厦现在说了大实话哈，在这个中东战事升级之际呢，五角大厦的国防情报局长向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啊，说现在啊，伊朗还拥有数以千计的飞弹，还有无人机，足以遍布中东的美军还有盟军，构成威胁。而且之前川普一直呛瞎说要去炸伊朗的这些基础设施，伊朗自己就出来说啦，说我们有30万座桥啊，还有400到500座的发电厂，还有2000至5000座的变电站，8万台变压器哦，他都帮你把这个名单都说出来了，说啊，你们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攻击摧毁这些资产。但是啊，伊朗只需要几天就能够让整个中东都倒退50年。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战要怎么打下去呢？来看到中国大陆的评论就说啊，接下来可能会有3种的发展局势。第一种呢是回到谈判在巴基斯坦等中间方斡旋之下，双方可能被重新拉回谈判桌，用对话的方式暂时降温。第二个呢是继续的摩擦美国持续封锁还有打击伊朗的航运，那么伊朗呢则是扣押更多的船只，那么双方不直接开战，但是冲突常态化。最大受害者是商船第三呢，就是擦枪走火，战火复燃，这可能会迅速扩大，波斯湾陷入火海，油价暴涨，股市暴跌全世界到时候又再度倒霉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真的敢赌吗？好，但是我们来看到更妙的呢，是现在的美中关系。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结果呢，美国的国会参议员们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呢，指责说这个签证制度太过宽松了，所以呢，为中国间谍开铺了红地毯。好，这个克鲁兹就说了，说美国的 F-35战斗机跟中国的歼35战斗机非常相似。美国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进行创新，而中国在几年内抄袭我们，窃取我们的成果，这不是竞争，是寄生虫行为。好，美国的印太司令也出来说了，说呢，中国现在就是要建立一支全球性的军队，不仅在周边地区筹设力量，还试图为全球关系来制定规则。好，说2024年以来中国已经装列了12批，包括了核子攻击型，还有核子飞弹。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0艘推进舰，还有7艘护卫舰。好，如果说呢，中国的目标是要制定全球的规则，那么推手肯定就是川普了。但没错，因为呢，解放军的海军在成立77周年之际呢，是发布了一个主题片《向大洋》，结果这个主题片就被网友发现了这4位主角的名字呢，分别是辽宁，也就是辽宁舰、山东、山东舰、福建舰、新兵河舰这个河舰还特别标注了年龄19这跟前3艘航空母舰舷号16、17、18衔接，就引发了外界揣测说是不是第4艘航空母舰的名字呢？引起了一个广泛的猜测。好，那一边美国一直在说，中国要起来了，我们要防堵，但是另外一边呢，又很想要去赚人民币。来看到波音就是最矛盾的人了。波音的 CEO 就说了非常指望川普政府能够帮助公司争取一笔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中国已经跟中国的航空公司达成了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解决其获取关键配备的一个担忧。那业界人士就指出啦，这个内容呢，可能是500架的波音737 MAX 客机，还有数十架的宽体客机。这个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首次向波音下达重大订单。
好，就是因为川习会即将来了嘛，所以呢，美国贸易代表也说啦，说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计划在川习会的时候呢，就中国采购除了大豆以外，更广泛的农产品达成协议。好，想要大陆花钱，那你至少要公平吧。所以现在呢，中国的驻美大使呢谢峰就敦促了，要明确国家安全的界限，因为中方很没有办法理解啊，为什么呢？中国的电动汽车会被单独挑出来说是移动资料收集器啊，那为什么起重机也被说是间谍设备，甚至连中国的大蒜也都被列为是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们说啊，至少啊要减少这种无端的猜测跟指责嘛，那更多是基于市场规则还有商业逻辑的理性思考，只有这样子啊，中美才能够有合作巨大潜力，获得充分的释放。好，美企在等中国订单啊，一方面又拿国安去开刀，这一点美国企业人民倒是跟他们的总统蛮像的哦，请教赖老师。美国的官员或者美国的国会议员，事实上都已经太落后了哈，而且呢，一直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可悲的事啊。国会议员的水平跟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的水平差不多，这一点有点是让我们觉得啊，这个真的是啼笑皆非啊，怎么会都是这么低的水平啊？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的军方真的是打脸了川普，意思也就是说，你当时说这个伊朗的海军、空军都没了，可是伊朗的海军还这么的活跃，还可以扣押3艘这个船舰，美国的盟国的船舰，所以他的海军还是很强大。另外，你说他们的这个导弹已经被摧毁了90%，其实他的导弹多少我们都估不出来，无人机有多少我们都估不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打趴这个伊朗，而伊朗有足够的反击能力，因此这个仗还可以再打下去吗？其实我想理性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回到理性，我们就知道仗打不下去，那当然就用谈判来解决。可是问题是，川普会有理性吗？大家没有人有把握。那既然没有人有把握，那就会推出3种状况。最有理性的就是谈判来解决问题，但是可能大家都期望这样，可是却可能不如我们的期望。那就2种的情况，一个就是拖死狗的打啊，有打没打，就这样子一直拖下去。但是问题就是时间在美国人手中吗？另外一种就是大打了，大打了以后，那2败俱伤甚至多败。那么伊朗也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要炸我的电厂，我除了炸我原来跟你讲的那些以外，我最后还有一个杀手锏，把整个电缆剪掉。那整个电缆剪掉，整个中东地区全部都停摆了。那这个是世界大乱，你愿意吗？愿意我们就来玩看看，玩到这么的大。而我已经告诉你，我敢玩到这么的大，你敢玩吗？这些都已经告诉你说你没有牌嘛，时间也不在你那边，那你就等于是环境已经把你逼的，你只能够回到理性来跟我谈判。可是你要跟我谈判，你就要有诚意，你又不能够摆出一个不诚意的样子。我觉得川普把自己搞砸了，真的，他的团队把自己搞砸。好，那我们来看看，那美国的共和党的这些国会议员，他们的低级，他们的无知，已经到我们觉得啼笑皆非的地步了。为什么？你还在讲歼35跟 F35的事情？坦白讲 ，F35跟歼35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F35已经是改版。为什么说改版？它本来是轻型机 ，F22是重型机，可是 F22由于设计错误，它的整个生产线都关掉了。那因此，它就让 F35承接 F22的若干的功能。所以它就变成轻不轻、重不重的四不像的飞机。这个也就是美国的空军说它是一坨屎。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6代机都已经出来了，都在试飞了，而且是不同款式的6代机都试飞了。美国的6代机还在图纸的阶段，你落后啦，克鲁兹。所以到底是谁抄袭谁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谈。美国现在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呢？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中国威胁论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而且用了权威的样式来包装谎言。比如说，帕帕罗就讲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军队，没有，
是美国才是全球性的军队，所以美国需要11艘航空母舰，美国需要全世界几百个基地，美国才有办法做到全球性快速的反应。中国大陆在整个的建军里面是建立一个让你不能来侵犯我，所以我有很重要的是，我要扩大我的防卫圈，以自己的海岸线来扩大自己的防卫圈，然后呢，我要让你我有能力制止你，让你接近不了。也就是说，我要做的是保住我的家，美国要做的是要走向全世界，所以你把你美国要做的丢给中国，这丢了中国大陆目前也做不到啊。未来10几年内、20年内也做不到，也不会这样做。那第二个呢，现在中国威胁论呢，已经变成了再度起来了。这一次呢，《联合早报》啊，新加坡的什么4月16号到4月17号3天当中3篇文章啊，写的了2-3天到3篇文章啊，这写什么东西？我简单的讲一讲，它3个概念。第一个概念，中国的中立态度怎么可以？你应该为整个的中东战争所遭到的伤害要去兜底。为什么中国要去兜底？说你去打了，你去打坏了，然后我要去兜底。第二个，中国大陆应该要用它的国力啊，来协助这一次因为美伊战争所造成的东亚国协的伤害。恁想吧。爸爸，我的个推立场，这是什么的逻辑啊？你们不这样做，就没有尽到你大国的责任；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没有尽到你呢把东南亚国家作为你一黄圈的一部分的大哥的责任。这不，我越来越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鬼东西。第3段更精彩。那前面2段就说你没有做到，第3段，中国你也不要高兴了。我告诉你，这一次美伊战争，你们很惨呐。你们以为人民币会怎么样？你们造成的能源的损失，你们造成的整个储备的损失，你们造成的整个经济会伤害非常的大，所以你不能假装中立的，你必须跟美国要站在一起，否则的话呢，这个呢不帮助协助结束这场战争的话，那你们会很惨。联合早报啊，我们只要了解它的背景就知道。他是国营的了，因为淡马锡支持，他只要的他就是西方啊，在东方用东方的脸孔啊，讲西方的话的一个报纸，所以用东方的脸孔讲西方话的一份报纸。这个就是从帕帕罗的话到这个联合早报的这些东西合起来看，不就是又在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威胁论吗？一方面说中国威胁，又希望中国来帮他们来善后，真的是非常的矛盾啊。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F-35真的是被抄袭了吗？我们来请教聂老师。OK， 好，那我们谈一下这中国军事啊。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军事里面，在这个不管空海陆有2样东西，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是战机，一个是航空母舰。那么，当然，虽然美国号称有11艘的，刚刚李米兹号还有1艘福特号的这个航空母舰，载水量、吞吐量大，但重点在他们经常维修，而且这个后勤这个补给能力是越来越差，而且非常老旧。那么，中国你会发现，从辽宁号到山东号。最后啊，当然福建号就完全电磁弹射，然后每一次都是怎么样跳式的升级。那现在第4号，他们叫做海军建军这个44年的这70周年的向大洋已经标示了这第4艘，可能它的威力是非常十足。那我现在再讲一下战机，因为刚刚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美国讲这话会使我想到学术的一个氛围，就你说你有J-35是学我们F-35的，我跟你讲这个 yes and no 这应该就是没有错，但你有这个技术，我们就让你学。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学术